450万只加拿大鹅泛滥成灾，今天叼士兵，明天叼老虎。加拿大政府为了消灭这些恶霸，不得已化身偷蛋贼。为什么不出口到中国？关于偷蛋这件事，加拿大其实也是迫不得已。加拿大相关部门做过一个统计，北美总共700万只加拿大鹅，其中就有450万只在加拿大，而且数量每年都在增长。加拿大鹅数量过多，给当地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。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大鹅，而是能击落上百吨重的民航客机的鸟。在2009年1月，美国全美航空公司一架客运飞机从纽约州飞往北卡罗来纳州时，刚好偶遇了鸟群，2次的发动机都因为吸入鸟的身体导致故障。好在飞机成功迫降，飞机上155名乘客没有1人伤亡。这件事在当时被称为哈德逊奇迹。飞机迫降之后一检查，发现罪魁祸首正是加拿大雁，也叫加拿大鹅。加拿大鹅战斗力极强，仅1990到2012年就发生了至少1403起加拿大鹅和客机碰撞事件，破坏力强到让美国纽约启动了加拿大雁清理计划。而攻击力如此强劲的加拿大鹅之所以在加拿大泛滥成灾，主要还是因为当地气候温和，还没有加拿大鹅的天敌，热心市民对他们也非常友好，经常会投喂，所以他们在加拿大不会避开人群。每次鹅群出现在拥挤的道路上，所有人必须主动让路，经常会造成交通拥挤。如果不让路，这些大鹅还会主动攻击人。媒体曾报道，一位渥太华女子在骑行时碰到了8只横穿公路的大鹅，没有乖乖让道，被大鹅打进医院住了5天。而且每只鹅每个季度产蛋8个左右，繁殖力极强。所以为了合理控制加拿大鹅数量，当地政府就想出了偷蛋的方法。为了不让大鹅察觉，还会把蛋煮熟、摇晃或者冷冻之后放回去。只是这个方案操作起来还是非常困难，因为加拿大鹅的巢穴比较隐蔽，所以当地政府求助市民发现鹅的巢穴，立即在网上汇报，然后工作人员就会趁大鹅不在家时来偷蛋，大大减少了大鹅的孵化成功率。当然，又有人会有疑问，加拿大鹅既然在加拿大泛滥了，为什么不出口到中国呢？毕竟中国网友是真的能解决很多物种泛滥问题。其实原因也很简单，加拿大雁并不是我国本土鸟类，攻击力极强，贸然引进可能带来生态环境问题。每片土地的生态圈都不一样，如果我们肆意破坏这种平衡，很可能会导致一些动植物濒临灭绝，最终我们也会受到伤害。再者，大雁在我国是2级保护动物，虽然加拿大鹅不是我国的，但也是大雁的一种，而且加拿大鹅是加拿大的国鸟，受当地法律保护。曾经也有一个华人家庭一时嘴馋烤了一只，结果就被遣送回国了。加拿大鹅虽然也是一种保护动物，但过分繁殖并不利于社会发展，所以任何动物数量应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，少就人工干预，多就合理控制。